警察同志，我未婚妻已经找到了，那个案件可以撤销了。找到了，人在什么地方？她穿越了，现在是修仙界的北玄圣女。哥们儿，你中二病犯了吧？这里是警察局，不是给你写小说的。我说的是真的，再过不久，我未婚妻就要被北玄宗强行嫁给别人了，自己一个人搞不定，我需要国家的帮助。小伙子，脑子有问题，出门左拐，打车去精神病院。你未婚妻失踪的事儿，我们会好好找的。婉柔在吗？老公，警察叔叔怎么说呀？他们不信呀。不信也正常，但接下来他们肯定就要信了。陈婉柔申请隔界传输能量，是否允许？是。老公，我已经是金丹中期修为了，一剑斩出，威力是300万当量的核弹，打出去后，不信警察叔叔会不相信，说好的有事找警察呢，这下不用愁了。别，你不要乱打啊！你这一剑下去，整座城市都要毁了，到时候你老公可就要死翘翘了。老公放心好了，我斩向虚空，不会死人的。报告，北都刚刚爆发出300万当量的核爆能量，银河联邦打过来了。不对，这么大当量足以一整座城市，至少消耗大国1半的核武库。咱们就在北都，怎么没死翘翘？能量不是投在北都，而是从北都发射出去的。你看，在月球上直接打出了一个大坑。给我查，绝地3尺也要查出能量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的。把人押走审问。你们终于来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警察根本不相信我的话。我叫赵建国，此次行动队长，全权负责你的安全问题。有什么事儿，好好说。上次那种攻击，可千万不要落在地上，不然整个城市的人都要死。6年前我准备和初恋结婚，但结婚当天未婚妻不见了。报警一直找不到，直到3天前，他通过手机联系上了我。他说自己在修仙界拜入了北玄宗，成为圣女，现在是金丹修为。因为他是先天道台，能与天地共鸣，轻易助人化神。宗门老祖下令，3年后逼他嫁给合欢宗圣子。那时候他带着的手机突然能开机联系我了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这里有灵石。天哪，这石头里储存的能量，每一枚都不下于1枚核弹。老公，警察叔叔相信了吗？怎么可能不相信？修仙界也有信号吗？没信号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能视频，可能是因为我想老公吧。6年了，要是我们顺利结婚，现在孩子都出来了，现在却只能隔着一个世界说话。警察叔叔，有什么办法让我回来吗？这事我也不知道，只能立刻上报，看国家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。上面已经决定了，我国公民流落在修仙界，作为泱泱大国，我们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同胞。这其中，自然也包括你的未婚妻。上面同时下令，
以我为首，立刻成立特别研究局。我们要勘探修仙界，利用一切资源增强国力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想办法救出你的未婚妻。你们有任何要求，都可以直接向我提。赵局，你们有什么办法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长一个人的实力吗？按我老婆传回来的消息，那个逼迫她嫁人的宗门老祖是元婴期老怪。我老婆如今才金丹修为，要是对方用强，她没有实力抵挡，绝对不行。没问题，我可以立刻调动全国顶尖的科学家汇聚一堂，只要修仙界的材料跟得上，多厉害的武器装备，咱们都能给你研究出来。既然这样，那能不能先帮我准备个平板？里面多下载点6年前爆火的电视剧，当时我老婆追剧追到一半就穿越了，她现在实在好奇后续的故事。这算什么要求？你直接立个清单，什么辣条、快乐水，只要是弟妹想要的，我们全包了。6年，蓝星才过了6年吗？可在这冰冷的修仙界，我已经熬了整整60年了。老公，不知道我们此世还能不能再见一面？小姑娘，你好呀。你好。叔叔，是不是找到办法让我回家了？暂时还找不到办法。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，基本无法跨越位面前去往另一个世界。回不去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只是我老公该怎么办？他都等了我6年了，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孤独终老吧？请你放心，我们龙国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公民，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我们一定会倾尽全力让你回家。柔柔放心好了，我们大家都会想办法的。目前你那边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们开口。我需要增强实力的办法。3年后，我将被迫嫁给合欢宗的圣子，他至少是元婴期修为，若能在成亲之前将他杀了，我的危机就能解除。从源头解决也是个不错的办法。你现在修行的是什么功法？北玄宗的道胎真诀。功法能传送到蓝星吗？蓝星的科技可以对其进行解析，看能不能帮你增强威力。此外，我们可以准备几枚核弹，或者把蓝星目前最强的武器交到你手里防身。核弹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大用了，准确的说，在金丹修士眼里，核弹仅仅算是个摔炮罢了，根本奈何不了元婴修士。至于功法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。丁，检测到陈婉如请求传送物质，是否允许？允许。奇迹！这妖兽肉每块都有10枚核弹的威量，绝对是完美的火箭能源。还有这功法，练了能让人体力量暴增上万倍，直接进化到最完美的形态。但里面藏了个惊天大坑，能量会全堆积在腹中，一旦与他人进行繁殖，全身能量就会尽数传给对方，纯纯的嫁衣。这怎么行？怎么才能解决这个大坑？借用我国算力最强的神威太湖之光，不仅能填平大坑，甚至能把功法威力再拔高一个层次。立即推演，抓紧机会，绝不能让我老婆受委屈。婉柔，老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。很久没感受到故乡的味道了吧？秦风特意嘱咐，给你备了几箱最爱的辣条和快乐水。这台投影仪里还装满你6年前没来得及看的电视剧。老公真好，东西是给你解闷的，但绝不能玩物丧志。拿到新功法，必须好好修炼。我可不希望自己以后没了老婆。知道啦。神威太湖之光推演完毕，道胎真诀底层逻辑全解析清楚了，里面不仅有坑，还有被篡改的后门，谁懂原版就能轻易控制你老婆。好在我们层层推演，已经把篡改逻辑和大坑全部抹杀。道胎真诀2.0版，只要尊夫人修炼，
腹中直接汇聚成一枚核装置，能量不绝，身躯不灭，举手投足就是核裂变，威力是原版3倍以上。我们还利用底层逻辑推演出一套剑法，可搭载在东风导弹上，威力激增300倍。我给它注明真君之剑，资料已上交，我国科技马上要迎来大爆发。国家强自然最好，那我老婆的功法在哪儿？原本就薄薄一小本，怎么变成3大麻袋了？原本太简略，容易走火入魔，这都是优化出来的细节，绝对安全。婉柔，内容是多点，但咱们要耐得住性子，好好练。等你平安回家，我们就结婚。老公放心好了，我肯定会努力修炼的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去拍婚纱照。老公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秦风，上面已经决定了，往后你便是龙国最为重要的保护对象。全国最顶尖的科学家将全部汇聚于此，全力帮你老婆回家。不管你老婆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跟我们说，举国之力无条件满足。同时，上面也希望修仙界方面的材料，你老婆能尽量给予龙国研究。只有科技增长，国力增长，才有更大的可能跨界营救回你老婆。赵局，咱们仅仅帮他增强功法，是不是不太稳固？说的也是，你老婆仅仅给予了我们妖兽肉，虽然我们从中可以提取出增强体质的药剂，但这远远不够。在修仙界，有丹药、阵法、符箓、法器之类的东西。你老婆若要保命，那应该要武装到牙齿才行。而且修仙界的职业对于科技大有益处。之前仅仅倒推真诀的一套阵法，便可增强东风导弹300倍以上的威力，指哪儿打哪儿。要是能拿到其他的秘诀，说不准龙国就此可以探寻星辰大海。星空对于人类再也不是束缚，而是可以探索的地方了。你赶紧问问你老婆有没有时间弄个法器过来研究下，或者炼丹法也行，看一下能不能将妖兽肉搭载在法器上面，增强威能。等他修炼回话吧，入门道胎真诀 2.0 版本再说。老公，我修炼成功了！你看，核辐射能汇聚成了碎片环，我现在感觉金丹无敌了。啊！咱俩不是才刚视频通话结束吗？你咋就成功入门了？老公，你感觉仅仅是过了6年而已，可修行界跟龙国时间流速不同，我找回家的路找了整整60年。要不是步入修行之路，我现在已经是个老太婆了。老婆，你辛苦了。老公也辛苦了。你一定要等着我。如今我是金丹修士，至少能活600年。等我们回去后，我们肯定能生几个大胖小子，过好日子。经过我们的解析，可以确认，你修行的功法会让生命本质不断进化。按理说，普通的男人是不可能跟你生孩子的。你老公应该也要修炼，要不然就算你回来了，这辈子他也不可能跟你生出后代。那该怎么办？难不成我也要修炼？可蓝星没灵气啊！蓝星没灵气，但修仙界有灵石可以修行。而且经过解析功法版本延代后，你能利用核聚能量凝聚核灵根，一样能步入修行之路。普通人想修炼没资源，但有国家在，一切好说。我们会帮你增强力量。我这里有几套功法，解析过后，老公赶紧修行。我可不希望等我回家后，你就已经老死了。仅仅强化功法不太牢固。合欢宗是个大宗门，圣子应该武装到了10角才是，而且修为比你高，法器、符箓、丹药都可以研究增强。老婆，你手里有这些东西吗？弄点过来。其中一本为炼丹真诀，阵道基础，炼起真诀。此外又有一柄金丹级的屠龙剑，9枚凝气丹，还有6枚火运符，可以作为研究。宗门刚传来信息，将有一处秘境开启，
我准备前往探查，尽量增长实力。只有到元婴期，才有机会拒绝成为合欢圣子的道路。若是嫁给他，不如死了。能不能前往？去，放手去搏，龙国会为你保驾护航。圣女修为见长，如今已是金丹中期，待你突破金丹后期，便能与合欢圣子结为道侣。届时两宗结盟，共御北极圣宗。启禀宗主，弟子是有道侣的。那个凡夫俗子过了这么久早死了，没必要挂念。成为圣子道侣有益你往后修行，莫要再争论。既然你要进入紫玄秘境，本宗主替你寻了个搭衬的帮手。在下合欢宗子欢真人，见过北玄圣女。合欢圣子正是我家兄长，此次秘境之行，特来为圣女保驾护航。往后都是自家人，如今在乎这些干什么？紫玄秘境只限金丹修士进入。婉柔，你抓紧时间突破后期，与圣子结为道侣，辅助他踏入化玄。届时合欢宗也就有靠山了。这就是经过神威太湖之光推演之后的好东西。这柄屠龙剑 2.0 版本可不简单，内部镶嵌龙国最强核聚变装置，不需要灵气，只要3万斤力气一挥，能蹦出3000万当量核爆威力，瞬间夷平数座城市。考虑到安全限制，我们弄了量产线，虽然没核爆威力，但只要指纹识别，普通人也能挥出剑气，无误不断。往后子弟兵不需要手枪了，银河联邦武士国若敢挑衅，一剑斩了他们的狗头。这东西跟原本的有什么不同？这是推演底层逻辑弄出的健体丹，普通人吃了增长力气，提神醒脑。只要产线全开，全国普及，日久之下，银河联邦武士国不过是个笑话。你尝尝，还蛮好吃，感觉更加清醒了，浑身都是力气。那这机甲呢？这是统一了符箓、丹药、炼器3套功法迭代的最强法器，倾注龙国一切生产力打造，内含丹药生产线，雕刻30套符箓，瞬间御敌，炼化入体后抵挡一切金丹攻击，绝对的金丹无敌。这原型机是专给你老婆保命的，以后量产削弱版，人均筑基战力，硬扛火箭弹，无视冲锋枪，甚至能在核爆中存活。龙国把工业能力全赌在你老婆身上，绝对正确。太好了！我现在就给我老婆送去，等她探完秘境增强实力，直接灭了北玄宗和合欢宗，免得那些兔崽子再盯上她。情况如何？那小女子究竟探不探紫玄秘境？兄长可真是好眼光。那小女子真是美到极致了，可惜不是我们合欢宗的人，只能将其掳来。那小女子可是先天道胎，如何能不美？若是与我结为道侣，必能冲击化神境。北玄宗那些老不死的，竟敢凭此女要攀上我合欢宗的高枝，可没那么好的事。他们应该没料到我们敢在紫玄秘境出手吧？人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包括我在内，至少5位金丹修士，肯定能将其掳回。到时北玄宗的老不死若敢上门讨个说法，我合欢宗可不会客气。先天道胎到手，我宗将再多出1位化神修士，一统南荒岂不是易如反掌？是急是急，那你早日准备，将人抓回后，为兄必有大赏。柔柔，你不是说要好好修行吗？怎么就这么玩物丧志了呢？老公呀，修行也要劳逸结合嘛。我已经金丹中期了，此次探寻秘境危险重重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。该吃的吃，该喝得喝呀。柔柔可不能这么说，一定能活着回来的，活着回到故乡，我们结婚生个孩子，过个好日子。肯定可以。老公，看来合欢宗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此次我会找寻门人一同前往。那合欢圣子派出了他的兄弟，说是为我在秘境中保驾护航，或许就是为了将我掳进合欢宗。合欢宗行事一向霸道，此事不得不防。这是咱们龙国最新研究出的东西，那科学家说穿上之后金丹无敌，可惜蓝星的材料不太行。要是材料像修仙剑那么好，这套机甲至少可以比敌元婴。柔柔赶紧试一下。真有这么厉害吗？那还真得试一试了。这把屠龙剑也了不得，里面镶嵌了核聚变装置，威力是原本的5倍以上，
而且发挥不需要灵气，出其不意之下能杀金丹修士。老公，你可真是会给惊喜。婉柔，一定要活下来。老公在家里等着你。北玄圣女，兄长有令，接你与我返回合欢宗一趟。你们为何要依附于合欢宗，与他们联手对付本宗圣女？哼，莫不怕师门责罚？圣女，你原本便要与合欢宗圣子结为道侣的，便与这位师兄走一趟吧。合欢宗已经向我们下了许诺，若能将你带回合欢宗，往后我们便是合欢宗的内门弟子了。竟敢有如此想法！师门若知晓，必然饶不了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自从你们的太上长老陨落，你们北玄宗已经群龙无首了，最强者也就元婴后期。我合欢宗可是有化神修士的，他们能这么干，也是你们北玄宗长老有授意。你就从了我们吧，圣女可别逼我们出手。你们大可来试试。什么法器？不愧是先天道胎，身上有大阴力，也不知值不值得我背叛兄长。老公，我身上仅有一道元婴符宝了。赵队长，目前我需要龙国一切工业能力。既然他们敢追杀我老婆，那就该想到有死去的可能。好，我们会替你准备。老婆，元婴符宝是什么东西？此乃师尊赐予的保命之物，需折损元婴法宝威能炼就，处其半成威力。若直接激发，法力会被抽干。但这是我目前最强的手段了。你赶紧躲起来，老婆，别被发现了。将符宝传送过来，龙国工业将全力解析原理，弄个科技版。竟敢追杀我老婆，真是可恨！我相信你，老公。陈婉柔向你发送物品，是否签收？签收。能量辐射超标，这符宝里竟蕴含1亿当量核弹威力，直接丢出能毁灭3座大城市，移山填海。这张纸竟能存这么恐怖的力量，多几枚能灭一个小国了。您快拿去解析，看能不能弄出差不多的东西。我老婆正在秘境，正被好几位金丹修士追杀，一旦被追上，就大大不妙了。我现在就这样超算解析，龙国一切工业能力就绪，军工火药行业全力配合，就算弄不出原版，至少也要保住你老婆的命。秦风，核心解析出来了，太离谱了！这符宝材料平平无奇，却能利用特殊支点容纳压缩庞大能量。以我们的工业能力，能做出另类科技符宝，利用核聚变点火，消耗龙国1半核材料，能造出5张堪比原版7成威力的科技符宝。而且这特殊支点能转航天核心科技，3个月内咱们就能踏入火星。科技符宝已经拿到手了，接下来至少3天时间需重新合成核能源，或去核电站采集。你拿好，交给你老婆。东西弄出来了，老婆，这符宝不需要灵气，就是需要搭配1枚核弹引爆就行。我们这里备了5枚小型核弹做搭配，到时他们敢追杀上来，直接将全杀了。老公真好，老公真棒，各位也很棒。此处秘境中可是有不少机缘的，到时成元婴后就能遁入虚空，说不准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。老公如此为我着想，等我回到蓝星后，肯定要给他奖励才行。倒是要逼迫他修炼，否则可生不了孩子的。哈哈哈，北玄圣女，不知之前你有何样的手段，竟能令我如此狼狈？但你的手段应该最多如此了吧？束手就擒吧！如今你法力锐减大半，若敢再进一步，
本座便敢杀了你！好你个北玄圣女，不知好歹，不回合欢宗也行。紫玄秘境，我合欢宗早已确定是化神一流，我手上正好有此秘境地图，不如你我一探如何？若能寻到元婴机缘，你便可化为元婴，再也不为我师兄，也可以不当炉底了，岂不妙哉？若此女上当，本座临近其身，便可将其镇压，背弃师兄又如何？寻得机缘成就元婴，天高任鸟飞。此女也不过是区区一炉鼎，助我成为元婴的存在罢了。为何要与你合作？杀了你，你的一切不都是我的了？北玄圣女身上果真有大隐秘，今日我虽死，你也休想好过。身上的一切，我已尽数告知师兄。待出了秘境，便是你成为我合欢宗炉鼎之时。此处无带竟有元婴防御力，怪不得没被直接破灭。他竟然没骗我，这紫玄秘境竟真曾是一处化神势力的驻地。反正如今是回不了北玄宗了，此番若不成为元婴，最好不要出秘境。老公，关于我身上另有机缘之事，不久前紫欢真人泄露了。那位合欢圣子或许已经知晓，他乃元婴境界，虽不能进入秘境，却能蹲守在外。我暂时是无法离开秘境了。紫欢真人身上有关于秘境的地图，前方3万里有一处紫玄宫，里面有虚空传送阵，可能有化神之法与元婴机缘。我准备前往一探，说不准能返回蓝星。老婆，万事要小心，事情既然已经泄露了，那蓝星方面会多准备科技福宝。外界的人要是闯入秘境追杀，尽管将他们杀了，不要心疼科技福宝。老公放心好了，保全性命为主。北玄圣女身上竟有大机缘，福宝不需灵力催动，还身怀极特殊的法宝，一身战力竟在金丹期有无敌。有趣，实在是太有趣了！我的鼎炉竟如此有潜力，若是放任其成长，北玄宗或许将会再出一位元婴修士。可惜了，终究是遇到我了。来人，在合欢宗找20位金丹弟子，令他们进入紫玄秘境，将北玄圣女押到此处。事成者，可赏赐1枚结婴丹。遵圣子之命。你又能逃去何处呢？在凡俗，你有一位凡人夫君又如何？凡人不过寿元100年，这么多年了，他早已是一抔土了。挣扎吧！你如今越挣扎，我越兴奋。届时借你之力成为化神修士，我合欢宗必然鼎盛到极致。见过道友，为何诸位道友皆留于宫外，不进入其中一探？紫玄宫里有金丹圆满的妖魔盘踞，而且足有3尊，闯入其中不是找死吗？之前有10余位同道闯入其中，皆是尸骨无存。以我来看，道友最好也不要闯入其中，如若不然，将有陨落之夜。我剩下4张科技符宝，有元婴一击的90%威力，若能抓到机会，肯定能秒了3尊金丹圆满的妖兽，或许能闯上一闯。但在此前必须布置阵法，里面机缘肯定很多。一旦我杀了妖兽，蹲守于宫外的金丹修士必然要与我争抢，避免此时出现，务必要提前防备才行。老公，能不能弄套隔绝内外的科技大阵，或者全自动火炮也行，火力必须猛，至少要拦住10几位金丹修士。金丹修士举手投足便是核聚变之能，更有法宝符箓傍身，即便用功法更新了天机武器，人类科技依旧难以抵挡。阻挡3、5个时辰也可以。还有更强的功法阵法吗？老婆，你身上有阵法吗？没有，
不过之前拿符宝杀了个合欢宗金丹修士，得了一套3阶阵盘和合欢阵典，要研究下吗？东西既然在手上，就拿过来。蓝星负责解析，不一定能拦住，但多少能有点用。是否允许陈婉柔传送物质？允许。这东西怎么用？输入灵气即可，阵法自然会直接出现。现在就拿电脑解析里面的内容，应该会有收益。好事，这是大好事呀！有什么好事？有这东西，龙国就能布局全球，用能量在蓝星布置全球防御罩，还能对全球任何地方直接打击，笼罩整个龙国，能令百姓延年益寿，活个100多岁再不是梦。这是个没3、5年办不成的大工程，但经过解析，这阵盘类似能量压缩，将物品与能量压缩其中，输入灵气便可激发，原理跟元婴符宝差不多。能不能弄出个隔绝金丹修士的阵法？按合欢阵典记载，全是催情采补的邪门歪道。我们经过层层篡改迭代，留下有用材料，隔绝阵法暂时行不通，但能造杀阵。利用无人机作为载体，凝聚杀伐大阵，搭配格能大炮，射杀金丹修士易如反掌，至少挡他们1个小时。东西什么时候能出来？3个小时。产线已经开启，预计生产3万架符合阵法框架的无人机。此外，我们还在阵盘加载了新能源汽车，搭载30吨1枚的核弹，逆于阵法。这可真妙！这谁还敢跟我老婆抢机缘？好是好，可整套阵法至少600吨，你老婆能拿起来吗？没问题，区600吨罢了。老婆，可要接好了，这东西能阻拦金丹修士1个小时。老公辛苦了，各位也辛苦了，这次肯定能拿到元婴机缘。传送。难不成是合欢宗的人已经闯入其中了，竟布下阵法，要隔绝我等进入？这合欢宗真是霸道，竟想要独揽机缘。诸位道友，咱们这里有这么多人，又何惧区合欢宗？他们若要报复，也待出了秘境再说。不如咱们一同闯入其中，联手破了阵，夺了机缘再说。死气甚妙呀！那贫道先走一步，看这阵法究竟有什么威能，竟自信敢拦住我等！此威能堪称元婴一击。之前那些金丹修士不是都说此处有3尊金丹圆满的妖兽吗？为何这么安静？老婆要小心点，那可是金丹圆满的妖兽，你可没有金丹圆满，到时被偷袭就不妙了。老公放心好了，我尽量会小心。又有血石来了！人族真是蠢蛋，死了那么多个还敢进来？正好，咱们能借着吞噬血肉，迟早能成为元婴妖皇。金丹妖兽的躯体果真强横，不是人族可以比拟的。要是普通的人族金丹圆满，承受元婴一击早就死了。你们竟然还能留命！该死的人族，竟敢偷袭！从身上有元婴修士的背景，太奢侈了，直接抛出了3张符宝，杀了他！3张符宝已是奢侈中的奢侈，他必然没有更多手段了，将其杀了分而食之，以泄心头之恨。谁说没有？
有传闻，有的修士具备些许特殊的秘法，斩杀3阶妖兽后，能将其妖丹炼制为假丹，筑基修士将其如纳，至少具备金丹修士的力量。咱们能不能利用这妖丹变废为宝？还有这么多血肉，真没想到金丹圆满的妖兽血肉竟如此强横，被炸了这么多次，还有血肉留存。血肉能不能转化为其他东西？肯定能行。这宫殿中任何一块砖头都蕴含了极为丰富的能量，而且这些东西放在蓝星能够弄出更为强大的科技。这些材料太恐怖了，如果能收集，尽量多收集点。而妖魔之躯能弄成增加你修为的食物。你老公不是要修炼吗？正好可以给你老公了。至于这妖丹，或许可以弄出几尊金丹存在。最新一套广播体操即将全国推广，同时全国高中生每日将配发1粒智慧丸，长智力、强体魄，长期服用，身高有望突破1.9米。之前产线生产的丹药已经搞定了，但这广播体操是咋回事？用修仙功法改的？没有的事儿，普通民众承受不住高阶灵力，那智慧丸是你之前吃的丹药弱化了90多倍的版本。就算这样，普通人天天吃，活到100多岁，长到1.9米多不是梦。广播体操是科学院专项研发的消化动作，多日锻炼积累，我国必然迎来最强盛的阶段。至于你就不必练操了，原版精品丹药你直接当饭吃。妖丹跟妖兽肉的解析结果出来了，眼前的妖兽肉每一块都至少蕴含30枚核弹的力量，人直接吃必死无疑。那该如何利用？我们不能直接用它作为武器吗？用科学剔除毒素。我们将精华注入经脉与身躯，增加耐蒸力，一次能增加人类10倍力量。血肉有限，只够先强化你，往后有妖兽肉，再增强全军士兵。至于妖丹，搭载在人体确实能驾驭金丹境法力，各项数据暴涨，但人类躯体无法承载，容易直接爆体而亡。人类不行，那这妖丹岂不是废了？肉身不行，那就上科技。蓝星最强的合金科技勉强能搭载金丹力量，我们弄出了3套机甲，有人无人皆可驾驭。以蓝星的工业能力，一套残缺的留在龙国，哪怕残缺也足以暴打航空母舰。剩下2套炎黄型号机甲全给你老婆，目前她那边才是重中之重。老婆，法力消耗恢复了吗？恢复大半了。东西弄好了吗？能维持金丹什么境界？至少维持金丹后期的力量，拿去探宝绝佳。切记不要亲身涉险，碰到敌人直接把机甲甩出当炸弹，千万别心疼，性命最重要。这主意极好，到时候在机甲上涂一层纳米伪装外膜，伪装成你的样子，合欢圣子抓也抓不到。只要撑到你成为元婴修士，我们必然能杀了他。这样最好。老婆准备好，我现在就把东西给你传送过去。好，都听老公的。这一击定胜负！确实是金丹后期的境界，配合蓝星合金和肩部核聚变炮，手段虽单一，但绝对拥有金丹后期的力量了。此乃灵婴果，吞之至少增强30%灵婴几率。老公，要是拿到手，以后修炼到元婴圆满，至少可以有30%的几率突破成功。老婆，不要亲身涉险，派出最新的炎黄机甲探路，避免里面有埋伏。老公说的对。还好没有主动前往，要不然真被埋伏直接捆住，说不准会丢了半条命。命令机甲把藤丸轰碎，将灵婴果拿下来再说。都听老公的。
棵树像是有生命，或许可以将其抓住。这棵树竟然真的有生命，而且有自我意识，抓住它！好，蓝星研究过后，科技肯定能继续腾跃。此乃禁锢符，虽然仅仅是3阶符箓，但却极其克制妖兽。眼前的树妖应当也处于此列。老公，外围的阵法破了，拦不住那些金丹修士了。又来了！这些金属法器毫无灵力，竟能炸死金丹真人，如此手段绝不是合欢宗。合欢宗只会腐蚀人心，何时这么残酷？这么多法器打碎了全是废铁，太妖孽了！阵法要破了，无论是谁敢阻挡，剑必杀之。机缘是我们的。合欢嫡传在此，你们这些散修，全给本座滚开！怎么，不服气？还是仰慕我合欢宗的仙子，要入我宗门？合欢宗不愧是邪门歪道，这慈庙曾经名为慈庙真人，本是个男的，练了合欢功法竟变成了女人，真让人贵恨。仙子说笑了，在下修为微末，怎敢入合欢？谅你也不敢，区区金丹中期，滚！诸位师弟师妹，奉圣子之令，找寻北玄圣女，定是在这紫玄宫中了。大家随我一同出手，催动元婴法宝，破了此战。正是，随时可破。法器甚妙，北玄圣女果真有机缘。我捉她好好盘问，总得拿些好处。走。机缘在前，合欢宗再霸道又如何？跟上去偷袭，未尝拿不到好处。跟上去！此万里传送阵荒废破损不堪，没法直接传送，返回蓝星没什么可能了。老公，只能硬闯出去了，想办法利用科技瞒过合欢圣子，继续修炼，只要突破元婴就行。把这残破的传送阵也收好，蓝星方面能解析，说不准能修复。老公，东西已经全拿到手了，外面阵法已破，多数金丹修士都会闯进来，届时察觉是我阻挠他们入宫，诸多金丹修士必然群起而攻之。那现在应该要赶紧逃。炎帝机甲里镶嵌了纳米核心模拟技术，只要你注入一丝灵力，便可以模拟你的气息、你的容貌，应该可以骗过元婴修士。你们找寻北玄圣女的踪迹。是，我负责找寻此处的机缘。事成后，师姐不会亏待你们的。老公，刚有合欢宗的弟子与我擦肩而过，还好隐匿了气息，他们以为我仅是普通的金丹修士。那合欢圣子必然会守在秘境的门口，炎帝机甲真能彻底伪装吗？可以趁机将其派出去，看合欢圣子有没有察觉。我们可以准备5亿当量的核弹，装载在机甲上面。只要炎帝机甲发现合欢圣子在外面，便直接自爆。他不死也残。 5亿当量的核弹应当能破坏元婴修士的防御，届时你假死脱身也不是没什么可能。既然这样，那我现在就前往遗迹的门口。这谁有如此手段？
门口可是3尊金丹圆满的妖兽，普通金丹独自闯入必死无疑，难不成是大宗门的手笔？这该死的杀千刀的，竟什么都没给我们留！别的不说，地砖都被撬走了，是土匪吗？整座宫殿竟如此干净！找到北玄圣女的踪迹了吗？没找到，整座秘境似没她的身影。抓紧时间前往秘境入口，能击杀3尊金丹圆满妖兽。若无元婴法宝，便是有元婴符宝，唯有北玄圣女才能如此。或许她早将此地搜刮干净，准备要离开了。圣子守在秘境门，他应该是逃不了的。虽合欢宗与其达成交易，他们愿将北玄圣女作为顶炉献出，可如今他们也害怕我们吃干抹净不理人。北玄宗的元婴老祖或守在秘境外，随时迎回北玄圣女。果然，师弟临死前发回的传讯符果真是没错的。北玄圣女身上有大隐秘，手段竟如此妖孽。若将其擒拿，其中必有大机缘，踏入元婴之境也不是没可能。5亿当量的核弹，准备好了吗？为了你这5亿当量的核弹，我们拆了好几座核电站，储存的核弹都在加急搬过来，这才够了。此外，为了核弹像是一座小山，我们加了许多粘合剂，普通人最好不要沾，含有剧毒，直接传送到另一方世界即可。好，我会跟老婆说的。这就是5亿当量的核弹。老婆，这5亿当量的核弹应该能击溃元婴的防护，炎帝机甲也能勉强扛下这样的重量，将其放到外界尝试一下吧。纳米伪装程序正在启动。将其扛在肩上，离开秘境。自爆装置正在启动。他们追上来了，看来确实要打上一场。好在那位金丹圆满的人妖没到，直接将他们灭了，找机会离开秘境。宗主又何必在此？你我早谈好了，将北玄圣女交出。她乃先天道胎，若成为我的顶旁，往后我必能成为化神，届时庇护你们北玄宗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非本座不信，宗门流言称合欢宗弟子有歹念，欲掳走圣女。若遭人独占，约定必然失陷，故此在此看看也是好的。合欢圣子天人之资，我自不信你会将他掳走。世人皆知北玄宗主资质不行，心智却过人，善于谈判。如此几句，本圣祖纵是有此想法，也会碍于情面不出手。徒儿，到师尊身旁。北玄圣女为何扛了一座古怪的山？难道是紫玄秘境的机缘？寻到机缘甚妙，如今也归入我合欢宗了。北玄宗真是个笑话，你不过元婴初期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？我已经急不可耐了。圣女若成我顶牢，我必入元婴后期，届时化神之下无敌，你北玄宗我一人便可灭了。最后我将成为化神，举世无敌。小美人儿，哥哥来啦！自爆程序启动成功。什么？老公，看来爆炸奏效了，咱们正好趁此机会离开这处秘境。不要那么大意，谁也不知道元婴修士有什么保命手段，先派皇帝型号机甲探查一番再说。5亿当量的核弹几乎是蓝星最强的攻击手段了，若这都不奏效，那就危险了。都听老公的。你
你离开秘境后，探查好外界的情况再返回。正在启动探查程序。外界安全，无威胁生命。老公，看来元婴修士也扛不住5亿行量的核弹，他已经破防了，说不准已经被炸死了。咱们得抓紧机会离开，否则等合欢宗其余元婴修士赶到，那可就逃不掉了。到了外界务必多加警惕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。老公放心好了，别忘了我身上还有符宝，实在不行丢出符宝转头便逃。只要返回北玄宗驻地，他也追不上来的。返回驻地后，抓紧机会进入元婴境，唯有如此，方能彻底解决合欢宗的问题。我肯定会努力的。看来合欢圣子应当是死了，此处竟没有任何人影。北玄圣女究竟得了什么逆天机缘，竟能弄出这种不依靠灵气的傀儡？而且这自爆的威力，居然能破了元婴修士的法力。本以为之前的傀儡是柔儿本人，没料到竟仅仅是一道不需要灵气的傀儡。自爆后居然有这么恐怖的力量。若能够拿到徒儿身上的机缘，我北玄宗未曾需要合欢宗庇护。若再出一位元婴，北玄宗将更昌盛。老公，此处秘境果真不同凡响，这本紫雄天宫诀能一路直通化神境界，比先天道胎诀更加强大。这是元婴级法宝虚天珠，你拿科技解析一下，说不准能增强力量。最重要的是这凝阴果，奈何我不是炼丹师，炼制不了凝阴丹，要不尝试下科技的力量，解析原理，看能否增加修行到元婴的几率。还有这许多万年天晶铁，蓝星科技不是碍于材料上限吗？利用修仙界的天材地宝，效果会不会更好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不同凡响的。把这些天材地宝拿到蓝星，我们完全能利用龙国的工业能力增强你的力量，说不准都能以金丹境界匹合元婴修士。这样更好，只要具备元婴战力，我就有资格拒绝强行加入合欢宗了。老公，我现在就将东西全部传送到蓝星，等你们解析有大用，我也要闭关准备突破金丹后期了。老婆，传送过来吧，拿到这些材料肯定能增强你的力量，倒是别说什么合欢圣子，整个北玄宗都强迫不了你。我相信老公。丁，陈婉柔准备传送物资，是否允许？答应。离谱，简直太离谱了！这根本不是普通灵石，是更为高级的能量晶体，里面蕴含了数十枚核弹的力量。这万年天晶铁的分子结构完全碾压人类如今任何科技与合金。这树竟然具备了生命和自我意识。虽然遭到封印，可产生的辐射依旧是正常环境的上亿倍，能令基因进化。普通人蹲在树旁10年就能成为超人。那你们看能否转化为力量与科技？时间太紧迫了，金丹闭关一次至少3-5年，可他3年后就要被强迫嫁给合欢宗，必须在3年里成为元婴，不然咱们全得玩完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。科技推演设备已准备好，可立即投入使用。龙国的工业力量和科技力量都会为你服务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整个龙国都会为你而运转。解析出来了，这次紫玄秘境的收获出乎意料，简直太牛了！眼前这些材料不仅能增加国防力量上百倍，你老婆也不必再担忧合欢圣子的威胁。出了什么事？
你们解析出了什么？紫玄天公诀不同凡响，原版便能修到化神境界，经过智能科技推演迭代6000次，最新的 2.0 版本彻底弄出来了，法力浓缩是寻常修士的10倍以上。最关键的是，金丹圆满便可参破空间法则，结合核聚变力量。你老婆踏入金丹圆满境界后，便可凝聚核聚变元婴，至此参破虚空，寿命至少12000岁。不止这样，经过解析，紫玄天宫诀也可以放在国防力量之上。我们的核弹与核聚变经过新一轮迭代，能从空气抽取核辐射与力量，威力是原版的100倍以上。我们将其命名为斩仙核弹，融合了紫玄天公诀的空间法则脉络，已经无视任何防拦截机制，只要一声令下，导弹便可投入任何地方，甚至是火星，没人可以拦截住。不仅这样，你老婆交给我们的虚天珠里面竟然蕴含一处空间，可搭载一切。我们利用万年天晶铁加上电子脉络，结合材料构建出了全新的盘古机甲，核心能量源便是这枚珠子。我们在里面塞入了9亿当量的斩仙核弹 1.0 版。你老婆搭载好机甲后，实力至少碾压金丹圆满，具备半步元婴的力量，防御力至少有元婴境界。此外，灵隐果树经过科技解析，几乎确认为全新生命。我们利用科技将核心弄成药剂，吃了后至少能增长9倍，成为元婴修士的概率。9成？那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我要10乘10。不要着急，我们正着手研究怎么将灵隐果树压缩成为一枚核弹。只要你老婆将其炼化，说不准就能成为核弹元婴，准确说是斩仙元婴，力量是普通元婴10倍以上。别说一个合欢圣子了，10个合欢圣子都拿不下他。好，这事我要跟我老婆说，抓紧机会修炼科技迭代的功法，到时灭了那合欢圣子，他算哪根葱，敢跟我抢老婆？这就是老公说的全新的盘古型号机甲。你别看这机甲跟之前的炎黄2D 机甲差不多，可实际上更加厉害。它不仅有元婴境界的防御，也有半步元婴境界的攻击力，可以说你已经金丹无敌了。这么看，此宝之力又更强了。要抓紧修炼紫玄天宫诀 2.0 版本，修炼成功后进入元婴境界，几乎能以1敌10。元婴初期便可暴打元婴后期，到时便可直接镇压合欢宗了。老公不知，合欢宗可是有化神老祖的，虽然已经几百年没出事了，但也没陨落的消息。竟还有此事，不过没事，杀了合欢圣子后，只要对方不知晓，一切便可安然无恙。老公放心好了，我肯定会努力修炼的。老婆，可一定要努力修炼了。不是说元婴境界便可以遁入虚空吗？说不准便能找到蓝星的位置，直接回来了。要是能这样，当然最好。我已经恨不得要跟老公团聚了。北玄宗主出门在外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竟受了重创。返回宗门后，竟然直接闭关了，疑似在外界受到了偷袭。会不会是合欢宗出手了？确实有这样的可能，不过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收你为徒也不过是看上了你的体质，如今要将你卖到合欢宗，若非如今无处可去，又怎么可能要回宗门？确实是这样，若他对我不利，再杀了便是。若我进入元婴境界后，拒绝与合欢圣子成婚，他也同意，那便相安无事好了。启禀圣女，宗主召见。宗主此时召见我是为什么？带上盘古机甲。哼，不论是什么，若他敢对你不利，大不了令盘古机甲自爆。盘古机甲自爆后，威力足以堪比一位普通元婴初期自爆了。老公放心好了，要是实在不行，我便会直接离开北玄宗。到时天高任海阔，他想追也追不上来。真没料到，已经杀了合欢宗那么多弟子。师尊，是他们想将我掳去合欢宗，弟子这才出手。干得好！我北玄宗虽仅剩我这1位元婴初期，却也不是任人随意欺辱的。不知师尊召徒儿前来，所为何事？自然是关于你身上婚约的事。师尊，
徒儿绝不嫁给合欢圣子做炉鼎。若有选择，谁又愿意？你口中那位凡人夫君不过是借口罢了吧？以你如今地位，怎会还在乎区区凡人？千错万错，弟子心中确实挂念我那凡人夫君，且他还活着。罢了，原本为保宗门不灭，欲强行让你当炉鼎，但如今不同，你身上另有机缘。师尊为何知晓？我怎么能不知？猝不及防被你扎了一下，元婴法躯破损大半，险些丧命。为师不问你的机缘，但关于婚约，为师有些许反悔了。不久前我与合欢圣子谈妥，1年半内，只要你在他手下撑过3招，婚约作废；若撑不过，依旧当他的炉鼎。合欢宗终究是化神宗门，有元婴后期镇压，若你不愿挑战，3年后依旧出家。有老公和整个龙国工业做后盾，1年半时间，未必不能与元婴抗衡。既然如此，徒儿接下这挑战。你可知，若挑战失败，往后连道侣都不算，只是合欢圣子的宠物奴仆。如今反悔还来得及，合欢圣子要面子，总能保你一命。成为他人炉鼎不如死，我绝不反悔。好，有骨气。若你踏入元婴，这北玄宗便归你管。卖图求荣绝非为师本愿，你好好准备，务必接下3招，否则为师也有心无力。多谢师尊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增长我老婆的修炼程度？外面一堆元婴老怪虎视眈眈，他那冰系天灵根想修到金丹后期还得20年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办法是有，但需要研究。你不是有核聚变灵根吗？实在不行，给你老婆也装一个，堆砌核聚变化为灵力，突破绝对猛。但目前只有 1.0 版本，你需要问问你老婆有没有什么增长资质的东西，我们借此推演材料，直接给她上 2.0 版本。师兄，北玄圣女不知在秘境何处，我们迟迟寻不到。她入了紫玄宫后便不见了，或许紫玄秘境的机缘全在她手中。此事我已知晓。师兄，难道不应该急不可耐了吗？难不成真要庇护北玄宗？或者说，师兄另有办法？那北玄圣女确实找到了机缘，因此才与北玄宗主定下赌约。1年半后，北玄圣女至少要接下我3招。若接不下，往后便是我的奴仆，称不上道侣。北玄圣女也不过是金丹中期罢了，拿到机缘又如何？1年时间不可能成为元婴修士，将其拿下后，师兄必然有化神之姿。小妹在此恭贺师兄。此女得到不少机缘，定下1年半之约，正是在她未曾真正消化前，将其收入囊中。机缘便是本座的了，短短1年半而已，看她如何能逃出我手。对了，你派金丹和一位元婴长老探下此女的底细，若有机会将其掳回来，自然更好。能及时拿到此女，我功力一样会大增。此事我将汇报宗门，老祖会安排的。此女手段非凡，重创我元婴法躯，需要1年有余才能修复。她之前为避我手段进出，1年半后，她定接不下我1招。但若能直接掳走更好，北玄宗主断然不敢寻人。老婆，你的师尊找你干什么？我们最多有1年半的时间了。合欢圣子已经急不可耐，定下1年半之约。他终究是化神预备，师尊也不敢轻易得罪，唯有在1年半击败他，将他杀了才能解围。当今之计，最主要的是增长你的实力。你身上的极品天灵根可以更改底层逻辑，成为核聚变灵根。老婆有没有什么增长资质的功法？有是有，但属于邪魔歪道了。不久前杀了几个合欢宗弟子，储物袋里有几本魔佐法诀可以增长资质，手段残酷，原本准备销毁的。老公要看下吗？拿过来试一下，说不准能改良呢。丁，陈婉柔准备传送物资，是否接收？答应。解析一下里面的内容。已经准备好了。老公，此功法为合婚木人诀，需取万人气血为引，炼化至少3尊筑基修士，方能将资质增长1个档次，实在不堪大用，且手段血腥。别急，说不准能版本迭代呢。秦哥，
经过超算智能推演，合欢木人诀已经推演到了 3.0 版本，跟原版彻底不是一个东西了。原版是魔道功法，必须拿人血献祭才能增长资质。可经过咱们迭代，现在献祭的不再是生命，而是核聚变。只要核聚变能量，就能把灵根直接转化为核聚变灵根。要是以此灵根突破元婴，再搭配之前的紫玄天宫诀，突破元婴的概率是100%，而且是最强的核聚元婴，寿元12000岁，以一敌十，轻而易举。如此甚好，看来我也是时候要开始修行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将合欢木人诀 3.0 版本的功法结构转化为了全新的核电结构方式。如今的核电装置效率至少暴涨了900%多。只要不出意外，咱们龙国的电量将用之不竭，能源产出的速度永远大于消耗。只要在全国推广这新型核电站，电价几乎可以堪称免费。如果用于国防，给航空母舰装上，那就是永远不缺电的无限动力。什么武士国、银河联邦，他们全国的电力加起来都不如我们一丝。老婆，魔道功法已经跟原本不同了，现在这门增长资质，将普通灵根转化为核聚灵根的功法，仅需要核聚变，不需要人命献祭。只要你转化为核聚变灵根，修行紫玄天宫必将一日千里。按照智能推演确认，100天你就能突破到金丹后期，200天金丹圆满，300天便可踏入元婴境。老公真好。秦夫人，经过龙国全力推演，我们已经构建出了小型全新核电站 2.0 版本，您完全可以利用里面的电力和核聚变转化为核灵根。老婆，该准备突破了。接下来我准备闭关，不突破到元婴境，绝不出关。到时我倒要问一问，那个合欢圣子能接得下我3招，接不下直接杀了。终于成功了，接下来便是闭关，一举突破元婴。我绝不会让老公失望，只有不断增长实力，才能彻底返回蓝星。秦哥，据推演，修仙界过10年时间，咱们蓝星才过1年。接下来你也该好好休息，看看咱们的研究成果了。龙国型号机甲普通版就有筑基修士战力，徒手打落战斗机不在话下。核电站 2.0 更是利用夫人给的功法，能从虚空中摄取一切能量，以后星际旅行将永远不缺动力。这么说，咱们龙国已经极为强盛了。何止强盛，在蓝星，龙国已经没有对手了。什么武士国、银河联邦，统统是土鸡瓦狗而已。龙国强盛自然极好，只是不知我老婆突破元婴时，会不会有宵小捣乱。老婆，突破成功了吗？已经突破金丹后期了，实力增强了至少30倍。现在的我能打原本10个自己。不是准备要突破元婴吗？怎么突然停了？宗门颁布了任务，合欢宗察觉边境有元婴大妖准备猎杀，师尊要带我去见世面。本想拒绝，但合欢宗主点名非见我不可，否则便杀入宗门。北玄宗仅有1位元婴初期，师尊不敢忤逆。好在合欢宗主已道心起誓，1年内元婴期绝不向我出手，我只能走一趟。如此大费周章，合欢宗或许是在试探你。遇到危险该怎么办？咱们核电站 2.0 版如今汇聚了多少核聚变电力？能不能转化为攻击武器？没问题，设计时就考虑到这方面了。每个核电站里都储存了一个20亿核当量的装置，之前5亿电量就能波及元婴，如今20亿绝对更强，可以把装置交到夫人手中，搭载在盘古机甲上，要是碰到危险直接自爆，至少能弄死一个元婴境修士。那好，赶紧拆下来，给我老婆保命。老公，我这就出门了，预计最多3天回来。如今合欢宗出了3位元婴，加上师尊共5位，区一只元婴妖兽肯定打不过他们。万事一定要小心。老公放心好了，大不了自爆盘古机甲。这才没过1天就出了幺蛾子，合欢宗贼心不死呀！咱们有没有什么更加强力的武器？往后找机会直接灭了合欢宗。强力的武器是有，但元婴修士太强大了，我们没强大的材料，也没厉害的传承，暂时找不到更厉害的武器。你尽管放心，你老婆身上的盘古机甲能杀好几个元婴修士了，普通元婴甚至扛不了机甲的全力一击。龙国的百姓多数服了丹药，如今情况怎么样了？效果好得很，不少人2次发育，身高直接长了几10厘米，1米9的多的是。
不久前，银河联邦的部长来打探，问早上吃的是什么，我们只说是普通补品。他们若是拿到丹丸解析原理，是否有复刻的可能？怎么可能复刻？虽然材料全是蓝星原有的，但为防复刻，我们在里面掺入了功法脉路，没灵气是弄不出这种脉路的。多亏你老婆带回的灵石，龙国百姓强盛了不止一朝。这样就好。道友真的认为自己的徒儿能与合欢圣子一战？他如今已是元婴初期，过几年便是中期，往后化神有望。我徒儿实在不愿老朽才与合欢圣子定下契约，如今已过半年，若1年后他依旧接不下圣子3招，当奴仆也当奴仆吧。此事自然是没什么的，道友没反对即可。不愧是先天道胎，法力竟这么浓厚。你再妖孽又如何？终究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北玄宗主不是一向以徒儿为傲吗？我合欢宗多的是天骄，你北玄圣女不过是茫茫天骄中的一个罢了。本座看上他是他的荣幸。眼前的元婴妖魔，我合欢宗弟子出手即可。你的弟子也不必太后，继续出手。若是死了，他当我的奴仆的话，你圣子说的极是，不愧为化神预备。欺人太甚，可势比人强。徒儿别怨师尊，他们元婴不出手，你已步入金丹后期，应当不会出什么事。北玄圣女仅有如此吗？不如我合欢宗弟子。水妖王是合欢宗养的，不算违背道心契约。试探他手段如何？若不怎么样，打个半死废了手段，抓回去给师兄做奴仆。终究是个元婴妖王，若是弟子死在其中，该如何是好？狩猎妖王的弟子皆有元婴符宝在身，一时半会死不了。糟了！你是说，准备向太阳发射一枚能量收集器？合欢宗有化神修士，你老婆金丹后期终究不太行。经过智能推演，利用她的核聚变灵根，能大面积容纳核聚变能量。只有成为化神才能保命。整个宇宙最强的核聚变装置，便是悬挂的太阳。你负责无时无刻给他传送能量，不出意外，最多3年他便会化神。当然，得预备好避雷针，避免渡劫时死亡。3年化神，确定是真的吗？目前装置已经准备好了，是否成功，全看我龙国的工业能力。北玄圣女莫急，妾身助你，不必阁下相助。北玄圣女身上果真有大隐秘，结阵，将其掳回合欢宗。我们不是真要杀你，只抓此女。你是元婴初期，将其擒下便可交差。区区金丹修士而已，何必大动干戈？莫看他仅仅金丹，却能击破元婴防御，你可要小心了。果不其然，合欢宗死性不改，魔道与妖兽合作太正常了。道友意识到太晚了，修为间可是有天堑的。元婴妖皇在此，加上我宗元婴后期的宗主，你往何处逃？终究要离开北玄宗了吗？罢了，元婴境界后再报仇。
杀了他们。若有必要，可以宣泄身上一切能量。发发程序启动成功，锁定目标，立即执行。又是这东西，没灵气却有狂暴能量，果真能伤元婴。秦夏女起源就是妾身的。灵犀妖皇，作为我合欢宗的狗还不出手？若妾身死了，宗主必向你问罪。20亿核聚变当量正在引爆。20亿当量竟恐怖如斯，几乎可以灭杀元婴修士。遁入虚空程序启动成功。老婆，出什么事了？合欢宗那伙人贼心不死，有没有将他们干死？20亿德量的核弹能不能杀了元婴修士？这是何等力量？里面的人气息全无，全死了。我的徒儿、合欢宗弟子还有灵犀牛王气息全部不见了。如此恐怖的破坏力，几乎将半座万兽谷燃烧。究竟出了什么事？难不成是化神老怪出手了？非也，虚空中并无任何灵气。既无灵气，那眼前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？如此就要看北玄圣女了。她身上的机缘，可是那毫无灵气的傀儡。说不准便有如此手段。胡说！这般不顺于元婴中期的破坏力，怎可能是我徒儿所为？他如今不过金丹。那宗主敢让我等看看吗？还好我找人试探了，若我毫无防备挨上这一击，必死无疑。本座可是要成为化神的存在，怎能死在一个顶炉的手里？只要抓住他拷问出机缘，突破化神便是板上钉钉。宗主，北玄圣女必然没死，她杀害合欢宗嫡系，按理应当下发通缉令，将其抓获。如此手段，真是一个金丹修士能弄出来的。若是没死，确实该抓，拷问其究竟有什么机缘。势比人强，徒儿，若你没死，尽管逃吧，千万不要回宗门了，不然宗门必毁。究竟出了什么事？难不成真有元婴出手了？合欢宗主不是已道心起誓了吗？不是合欢宗的元婴出手，而是一位四阶大妖，几乎堪比元婴初期。那也是元婴修士啊！老婆，杀了那大妖没有？20亿核弹量已经用光了，正好杀了那元婴妖皇。老公，你得多给我准备点核聚变能量才行。此外，我逃了出来，拿到了合欢宗的元婴法宝以及元婴境界的妖魔躯体。接下来不能再回北玄宗了，否则合欢宗便会打上门将我抓走。我准备闭关1年，突破元婴后再返回北玄宗。这样也行，我会准备更多的核聚变能量。元婴妖魔的身躯能不能传送过来？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推演其中的可能性，说不准能增加你进入元婴境界的幅度。没问题。我的天呀，这么恐怖的能量，肌肉密度已经堪称极致，比合金还硬。有必要那么激动吗？你懂个屁！这可是人类史上从没见过的生物，能量密度太恐怖了，这具身躯就是一个大宝藏啊！这具身躯有什么大用吗？仅仅是金丹圆满的妖丹，便可以弄出金丹后期境界的机甲。你说，一个元婴初期的妖兽能弄出什么恐怖的东西？这么说，咱们也可以弄出类似元婴境界的机甲。不错，事不宜迟，准备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好，你干得好呀，小同志！交给智能推演，必然能令龙国国力增长，还能让你缩减修行时间，或许不到半年就能成为元婴了。真有这么大的好处吗？何止，说不准这一步就可以让你摆脱合欢宗了。哈哈哈，这东西至少也是元婴法宝，要不要拿去一起检测？肯定要。我们的储存能量装置还没进入太空，正好利用这全新材料增加稳定性。到时太阳的稳定核聚变能源将会定时进入蓝星，你只管传送给你老婆。那行，抓紧时间。了不得呀，了不得了！解析出什么东西来了？这尸体成功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困扰人类离开蓝星的难题。这具尸体
可以破开空间，利用它作为装置，进入月球仅需3秒，连将装置发射进入太阳都能缩短到半个小时。你们讲具体点。经过解析，妖兽核心存储着传说中的元婴，虽然死了，但依旧能强行破入空间，瞬间传送30万里。它的每一寸血肉韧性都碾压已知合金。那元婴法宝，我们也进行了全新改造，里面储存了数十枚核聚变储存装置，接收到太阳能量后传入大鼎，足以让你老婆踏入化神。利用太阳能量，最多半年时间，她就能踏入元婴之境。接下来确实该要闭关，出关之时便杀了合欢圣子。老公真棒，各位也很厉害，我肯定会更加努力修炼的。终于突破金丹期圆满了，是时候要准备突破元婴了。为什么要叫我发射？这能量储存装置不应该你们这些专业人士干吗？这可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刹。人类历史因为你老婆的出现而改变，你作为她唯一的家属，有权发射这一枚前往太阳的核聚变装置。发射很简单的，摁个按钮就行。那行吧。立即准备接收能量，放置于灵婴树的上方，在其中灌入太阳的核聚变能量，能使其蜕变。你老婆将其炼化后，可以凝结元婴。就是现在，将东西交给你老婆。秦风，来，这是用元婴妖兽的骨骼弄成的避雷针，能精准避雷，定能让你老婆安然无恙地度过雷劫。太好了，只要老婆突破元婴，合欢圣子算个屁。老公，我承受不住了，好难受，能量太多了，如今已经要突破元婴境。老婆，灵婴果树已经传送了，将其炼化之后，凝结元婴的概率是100%。此外，地雷针弄好了，雷劫应该能度过。那好，我现在准备突破元婴了。老婆加油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我肯定可以，爱你，老公。师尊曾说，元婴雷劫之中，青色雷霆为下品，红色雷霆为中品，紫色雷霆为上品。眼前的赤金雷霆是什么品级？记载中怎么未曾有？难不成是更强大的雷劫？罢了，强行度过便是。夫君给予的避雷针果真是有用。老婆应该没事吧？要是出事了该怎么办？你放心好了，我们的科技都是最尖端的，龙国的工业能力你要相信，肯定能度过雷劫的。到时作为唯一的核元婴，你老婆肯定能以一敌十，化神不出，定当天下无敌。老婆要赶紧打电话过来呀！老公，我成功突破元婴啦！离1年半之期还有半年时间，我感觉至少强了10万倍，杀元婴修士易如反掌。你说我要不要提刀上门砍人？杜杰没出什么事吧，老婆？老公，我和你说那雷劫太强大了，连劈灭了好几座山，普通元婴初期绝对扛不住。
好在有老公给我的避雷针，一路下来轻松度过，现在实力强盛不少，至少可以直接斩杀了之前那位元婴妖皇。太好了，老婆，真是担心死我了。要是你出个好歹，我该怎么办？放心好啦，要相信你老婆呀。所以现在离合欢圣子踏入北玄东还有半年时间是吗？对啊，还有半年，到时才可以与其一战。老婆，你不是说合欢宗有化神修士吗？虽说不知道那老祖是生是死，但总要保险点。我可不希望你以身犯险。那位化神修士或许早死了，不过老公说的对，半年时间，我至少能突破到元婴中期，到时再打上门，斩了合欢圣子又怎样？无人敢拦。若合欢宗主出手，区区元婴后期而已，一样可以杀了。太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。那不是有老公在身后当后盾吗？你们这两公婆不要谈情骂俏，我们这老男人都要受不了了。确实应该要继续突破才行。你老公会负责传送太阳的核聚变给你。如今你修炼的时间可以缩短到2年了，只要进入化神境，到时应该便有返回蓝星的方法。能返回蓝星最好了。那好，我立即闭关。老公，再见。合欢宗有个化神老祖，我老婆要返回北玄宗，终究是不安全。她要是踏入元婴中期，能否抗衡化神修士？我们利用智能推检确认了，化神修士不同凡响。你老婆至少要踏入元婴后期才能与其抗衡，元婴中期最多半步化神。那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吗？合欢宗可是魔道，可不要被化神老妖以大欺小了。当然是有的，我们可以多多收集太阳中的核聚变，只要核聚变能量足够多，直接引爆，化神修士肯定也够呛。我们需要弄多少个核聚变储存才行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30个，覆盖太阳表面50公里。那就立即发射。也不知道我老婆何时归来，如此浩瀚的星空，若能与她一起观望该多好。这样的日子不远了，你老婆迟早会归来的。传闻化神修士有驾驭法则之能，或许等你老婆进入化神境界，便可以返回蓝星了。咱们不差这点时间。但愿这样吧。目前最重要的是，咱们抓紧时间汇聚太阳中的核聚变能量。若是你老婆遇到化神修士，咱们可强行将其镇压。若是太阳中的能量储备不够，咱们可奈何不了传闻中的大能。你真的确定那位北玄圣女没死，反倒还活着？难道真的不是某化神修士出手？千真万确。若是化神出手，原因不过蝼蚁，为何不顺手将我们也杀了？而且那场大爆炸中并无任何灵气。弟子知晓，北玄圣女身上有大机缘，她从紫玄秘境出来，最多不过金丹中期，却直接击破了北玄宗主与弟子的法身。更何况宗主的玄天鼎为何不知所踪？化神修士可看不上元婴法宝，必然是他拿走的。你说的果然没错，若真如此，他身上的机缘颇重，甚至能触及化神。如若不然，怎会以金丹修为灭杀一尊元婴强者？此事千真万确。若有机缘，他又怎能杀了宗主培育数千年的那头4阶妖兽？该死的北玄圣女，既然没死，还敢私逃！罢了，本座亲自前往找寻。此女身上若有化神机缘，我合欢宗便能拥有3位化神，届时必将贵为修行界第1大势力。既如此，便拜托宗主了。我与此女的赌斗之约仅剩半年，若能抓到，最好将其拎到北玄宗。我要名正言顺地羞辱此女，在其师尊面前将她收为奴隶，叫她知晓伤及主人的后果。放心好了，我身上有一道秘法，可寻到本命法宝，最多10余日，寻到它便带至北玄宗。往后你我一同成为化神，若他身上有机缘，你我共享岂不美哉？多谢宗主赏识。眼前的能量应该至少有上百亿核弹的当量了吧？这么多核弹当量，若是爆发开来，足以毁掉1半的蓝星。若不是龙国接受了修仙手段，人类的任何科技都无法阻挡这么恐怖的力量毁灭。这样的力量足以镇压一位化神修士了。
也不知道老婆究竟修仙到什么地步了。按这样的时间计算的话，你老婆的1年半之期仅剩10余日了。龙国正式登陆火星，准备计划2036年进行火星移民，目前已经成功在火星耕田种菜了。龙国航天行业已经向太空冲击，急需人才，尤其是可以登陆海王星、木星的人才。再过几年，真的可以移民火星了。目前已经初步可以种菜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在上面养鸡、养鸭，在社会上找些工作人员维护设备。相信不久，偌大的火星都是我们龙国的了。真好，只长了永不枯竭的能源，咱们迟早能扩张到银河系之外。虽然咱们进步神速，国防强大了不少，可蓝星依旧有许多不长眼的国家，例如银河联邦，依旧做着霸主的梦，认为我们只是小弟。此刻正在南边屡屡挑衅我们，派出那些航空母舰配合武士国，要封锁我们的航线。我们是怎么解决的？解决不是很简单吗？我们准备秀一秀肌肉，你要不要去？这些功劳可全都是你老婆的，作为唯一的家属，你也可以去耀武扬威。我老婆还没安全，我不太放心啊。也不急着一时半刻，等你老婆安全了，咱们再去耀武扬威，打击一下银河联邦嚣张的气焰才行。也多亏了你老婆给予的丹方，如今我们龙国的年轻一代身高多数都是1.9米，别说恶劣的环境了，外太空都能适应，到时移民计划肯定能稳定推进。老公，有个元婴后期在门外堵着我，似乎我一出现，他就要将我杀了。对方是谁？竟如此大胆！老公，放心好了，你老婆已经成功突破了，如今是元婴后期，感觉都可以跟化神修士叫板了。外面的元婴后期修士像是蝼蚁一样，待会儿打死就行。那就先不说了，离跟合欢圣子赌斗仅有10多天，眼前堵在门口的元婴后期修士有可能是合欢宗的，我现在就抓来拷问，要是真的就直接杀了，到时带头颅去北玄宗给圣子看。老公，你说这样好不好呀？应该不会太残忍吧？怎么可能会残忍？我老婆干什么都是非常可爱的。你呀，嘴巴最甜了。果真在此，北玄圣女还不快快伏诛，与我同返北玄宗，当圣子的奴隶吧！本宗主承诺，至少保你一命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你拿了我的本命法宝，我如何找不到？不过你篡改了法宝纹路，令我寻了100余日。看来你这小女子确实有机缘在身。看来你如今依旧看不清局势，看一看本座的修为，如今杀你如杀狗。怎么可能？不久前你方才是金丹，不到1年竟挂入元婴后期，难不成你是老妖转世？不对，若真如此，你怎会入北玄宗？事已至此，你也不必多说什么，留下命吧。北玄圣女恕罪，本座背后有化神修士，杀了我你也讨不了好处。若以往我必然忌惮不会出手，奈何你已威胁到我的生命，无论如何我都会杀你。老公，你说我如果把修为隐藏，降为金丹中期，返回北玄宗，在决战时再显露真正气息，是不是会吓他们一跳？他们应该会吓到尿裤子吧？老婆你好坏，我好喜欢哦。你不喜欢我还能是你老婆吗？这话说的。宗主离开100余日未归，哼！若今日北玄圣女不出现，难不成要请我合欢老祖出山？圣子，合欢宗可是有元婴高手出手抓捕，他区金丹能逃离已是侥幸，怎么可能再回宗门？你怕是不知他身上有何等恐怖的机缘，那至少是化神境界的造化，你敢说不动心？确实动心，为此我甚至在宗内布下了杀伐大阵，待那徒儿一归，纵有万般手段也逃不出，抓来好好拷问即可。你这贪念倒是癫狂，可惜了北玄圣女，师尊图她的机缘，本座图她的身命。区金丹修士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彼此。圣女归来了！什么？她竟敢真的归来？这傻徒儿为何要归来？为师的贪念可压制不住了。此战过后，她便是我的奴隶，机缘一同享用，如何？此事可商。你终归还是来了，多说无益。要是你能接我3招不死，便让你成为我奴隶，或者交出机缘，我也可留你一命。你说是吧，北玄宗主？
师尊也准备与其狼狈为奸了。徒儿，为师若变化神修士，你也不至必须嫁入合欢宗，为何不交出机缘呢？既如此，你们就一起死吧！哈哈哈哈哈！就凭你一个金丹修士，此时畏惧当我盗妻还来得及，免得当奴仆难看。赌斗依旧，但这回是你跟北玄宗主接我3招，若不死，本座便放你们离去。你这圣女，该不会是经受不住打击失心疯了吧？你这是怎么了？竟敢说胡话！如今，你们还认为我说的是胡话吗？老婆干得好，将他们全杀了！不杀光这些恶徒，老公看不起你！你小子杀性这么重干嘛？跟你这没老婆的说不懂，都被人欺负上门了，不打回去算什么？徒儿，你踏入元婴后期了，这是被元婴老妖夺舍了。不到1年便进入元婴境，你身上的机缘竟如此妖孽！合欢宗主，他可是化神后期大修士，怎么可能死在你手里？宗主去寻你踪迹，百余日未归，竟是被你杀了。他想杀我，但他不知道我杀他如杀狗。你们也会像蝼蚁一样死在我手里。准备好了吗？徒儿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回来。为师在此布下大阵，交出机缘便罢。若交不出，死！北玄圣将你抓到，本圣子成为化神便是板上钉钉。此阵可困元婴后期，已经一击便破。你修的到底是什么妖孽元婴？乡下土包子，此乃何惧变元婴？杀你们如杀狗！想逃往何处？不是要我接你3招吗？为何不出手？圣女饶命！之前是我不懂事，你若杀我，化神老祖绝不会饶了你。合欢宗主也这么说过，可惜他死了。老婆，现在杀元婴修士这么简单吗？对啊，老公，一剑一个。那我这就放心了。合欢圣子死前发了求援信号，合欢宗隐藏了化神老妖，接下来要迎战化神了。这死男人不知好歹！老婆，赶紧鞭尸！化神要是敢来，把核聚变能量全扔出去，炸他个狗血淋头！他若敢来，至少剁了他的手。你老婆现在可不是容易受人威胁的存在。那肯定，有老公在，谁敢欺负你？老公，化神修士到了，不过气息颇为衰败，寿元将近了。你是为了徒子徒孙向我报仇的吗？若你真要报仇，大不了与我一战。你寿元将近，再出手几次，说不准便当场陨落。敢不敢凭着丢掉性命的危机跟我厮杀一场？哼，好狂妄的小辈，区元婴后期竟敢挑衅本座。那要问问你的徒子徒孙为何欺人太甚？修行界恃强凌弱本便是规则，当初你修为低下，怎会不挨欺负？好一个恃强凌弱！既如此，为何你不敢欺负？一击之下，你必死无疑。你有一掌，我也有一击。如若不然，咱们以命换命。你这女娃娃好大的胆魄！罢了，老夫再培养后辈便是。1年后，老夫增长寿元，再来取你性命。
在此1年中，你便惶惶终日不可安吧。我堂堂化神威胁元婴，此女必陷入修行瓶颈。待她疏忽大意，本座便偷袭吞了她，至少延寿数百年。这老东西糊涂了，整整1年时间，我都修到化神后期了，1年后定取你性命。你在宗门管什么？启禀圣女，妾身主管炼丹，金丹中期，很好。往后你带我管理北玄宗，本座将要闭关，无要事不得打扰。多谢圣女赏赐，遵从圣女号令。能不能继续解析？这躯体有大用吧？能变废为宝，对吧？当然可以。元婴后期躯体极具实验价值，功法法宝能用智能推演。你老婆要加新装备了，否则怎么打化神修士？确实该这样。老婆，最近别出门，好好闭关等我消息。你不知道咱们祖国多强大，过不久我就要登上航空母舰了，看你老公威风凛凛，直接镇压银河联邦。好呀，我倒要看老公究竟怎么威风凛凛。恭喜龙国建成第1架太空航天母舰，往后龙国将探索星辰大海。银河联邦依旧堵在海岸不肯离去，要逼我们交出现有科技，这不是个笑话吗？确实是笑话。如今我龙国不比从前，区一个银河联邦加上武士国绑在一起都不够咱们打的，是时候该你说话了。眼前这是战争，我没军职，怎么轮到我了？你现在有了，你是我龙国将军，这航母的研究有你的功劳，威风凛凛装一下呀！你老婆还在看着呢。此乃我龙国海域，半小时之内若不退走，我们将直接开炮。龙国领土不容侵犯，到时必将全境占领银河联邦与武士国，勿谓言之不悦。龙国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航母？这简直跟电影里的外星人一样！难不成龙国招到了外星人？我们冒犯了龙国，他们会不会秋后算账？不知道会不会秋后算账，但现在不退必死无命。情报说龙国航母已经进入火星，甚至在压榨太阳能量。他们肯定是拿烟头烫外星人了，否则外星人怎么可能交出这么恐怖的科技？赶紧退！升白旗，汇报高层，看要不要投降。老公威不威风啊？威风呀！我老公怎么能不威风呢？那老婆是不是该闭关突破化神，早点返回老家？老公带你打边炉。此事不急，我在北玄宫府库发现一套传送阵，与紫玄秘境的差不多。北玄宗与清玄宗四是一体。这传送阵你们推演一下，看能否前往修行界，或让我返回蓝星。有这好东西抓紧拿来！之前的传送阵也一起研究，说不准真能带你回来。到时老婆可要教我修行，时间太紧我都没顾上。好，等我回老家一定监督你。这传送阵该有多重啊！这飞船甲板可是掺杂了修仙世界天才地宝的人类最强合金，不应该直接砸烂的。终于推理出全新方案了，这传送阵哪怕残缺，经我们智能修复后，每套都有化神的威能，搭载在歼星轨道上，我们的歼星炮足以横扫银河系，而且里面有大隐秘，配合化神法则，能进入大世界。大世界？该不会是飞升吧？有可能，但这只能让龙国科技飞跃，自此射程覆盖整个银河，不再拘泥小小的蓝星。那我老婆怎么办？按推演，修行界上有上界，下有无数世界，蓝星或在其中。只要你老婆修为增长到一定地步，有一定的概率能返回蓝星。需要什么条件？至少化神圆满，领悟虚空法则，以核聚变扭曲现实法则，再借助阵法，或许有机会彻底归来。我老婆能办到吗？办不到，但我们会帮忙。老公，我又突破了，现在是化神初期，马上继续渡劫。突破真快，才修炼90天啊！成功后便宰了欢喜老魔，之后就找回蓝星的办法。老婆真棒，记得买好定力阵。
是质量不行啊，避不了雷。是材料不行，这雷劫威力太恐怖，一击至少能劈烂好几座大城市。那怎么办？我老婆能坚持住吗？老公，是时候该相信你老婆了。我以核聚变根基突破，能一一打10，区区雷劫躲不过便直接斩了。那你自己注意安全。老贼埋伏已久，想偷袭，可惜棋差一招。老夫不干了！世上竟有如此妖孽！不到几十天从元婴破化神，老夫出道6000余载，竟拼不过你个小娃娃，死的不甘！自此后，合欢宗灭。你说什么？叫我们去跟龙国开战送死？哼，龙国也不过是虚有其表罢了，纸老虎而已。要是真拿火炮轰击，他的航空母舰必然破灭。难道你就不眼馋龙国的科技吗？眼馋归眼馋，但我更惜命，开战是不可能的。不要再想此事了。我们银河联邦要是跟龙国开战，必然会一败涂地。30多年前那么好的机会，你们不开战，偏偏现在开战，想让我死直说。我银河联邦依旧是世界霸主，龙国能够研究一些高科技也不足为道。你既然不愿意出战，我就派其他银河联邦将军出战好了。我银河联邦别的不多，就是人多，死几人而已。亏你还是个将军。这小子是坐办公室的，死多少人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只懂捞钱，反正叫我出战，我绝对不出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投降龙国。谁想跟龙国开战，自己开去吧。看来合欢宗的危机已经解决了，剩下的化神老祖也死了，老婆化神境界无敌手，接下来应当就要找到回家的路了。对啊，传送阵法研究出什么了吗？经过我们多次的版本迭代与优化，已经修复了阵法，里面蕴含时空法则，几乎可以确认，眼前的阵法是上古时代修士们飞升后留下的东西。你可以利用阵法参透时空法则。难道就这样还不能回家吗？老婆不要急，阵法中有时空法则，而你只要修炼到化神圆满，参透时空法则，在飞升之前寻到蓝星，便可以直接回来了。真是这样吗？老婆，你修炼到化神圆满需要多久？最多1年。那我将传送阵丢到修仙界，老婆好生参悟。当然，你要是在修仙界发现全新的功法与传送阵，可以及时交到我们的手里，我们会进行推演，辅助你返回故乡。没问题的。北玄圣女何在？北玄圣女在此，诸位有何贵干？刚突破便杀了欢喜老魔，好一位天骄！按规矩，修仙界每一位化神修士皆要接受赤阳真君的认可，甚至交出一缕自己的本命灵魂，如若不从，天地皆诛之。赤阳真君是谁？天辟地诀便是如此。殊不知，3万年前自飞升通道关闭后，赤阳真君便是修仙界唯一一位炼虚修士，乃是此方世界的唯一主宰。此方世界的飞升阵法没了，怪不得有炼虚，且疑似仅有1位，否则也不会被称为世界主宰。能否留我一段时间巩固修为？面见赤阳真君，便将本命灵魂双手奉上。你刚突破修为未固，给你5年时间，巩固后前往赤阳宫，留下本命灵魂，便可离去。多谢道友，5年时间，我都能修炼成仙人，区区一个炼虚而已。届时将其宰了，拿到蓝星作为研究，说不准能找到返回故乡的路。本命灵魂便是将命交到他人手中，化神修士皆是如此。你可别不服，否则便是自寻死路。道友说的对，真是奇了怪了。往日新晋化神桀骜不驯，宁死不屈，
为何此女这么轻易便答应了？真是有趣，将生命交到他人手里换取苟活，我们也是如此。看来此人应当是我们的同道了。此事不耻辱，为求苟活而已。貌似他们带有邪念，便看不到眼前的投影。老公，接下来该闭关突破了。领悟时空法则和聚变法则后，便可宰了那位炼虚修士，返回蓝星。那位修士可愿臣服？禀真君，此女臣服，答应5年后便会交出本命灵魂。此方世界我已执掌，天道一半的伟力皆是我的，又无法飞升，他若想逃，又能逃去何方？罢了，静候5年。可聚变之道，重点在生生灭灭，永恒不息，循环往复，又如世界生命，时空之道亦是如此，生灭不定。我悟了，此番修炼10几天，到底成功突破了。老公，接下来我要突破化神后期了，之后便会成功突破炼虚，镇压一方世界，寻找返回蓝星之路。老婆辛苦了，我们没多久就要见面了，老公可是很期待。我也很期待跟老公再次见面呢。出大事了！银河联邦为了维持霸主之位，向我们海岸进攻了。是我傻了，还是银河联邦傻了？咱们刚展示了航空母舰，他们怎么敢的？他们自认是上帝的宠儿，按历史来看，他们觉得任何战争都波及不到本土。这次大概也这么想，而且这次的马前卒是武士国。那你们准备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狠狠的打呗！正好里面有武士国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先辈的仇不会忘，也不敢忘，正好痛打落水狗。说得好，就该痛打，不然咱们科技白发展了。库房还有机甲吗？我老头子亲自带上一副去报答小武士国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老爷子，没必要啊，咱们龙国的子弟兵多的是，一听说打武士国，一个个嗷嗷叫，全冲上场了。现在战争都结束了，估计都到签条约的阶段了。你别忽悠我老头子，我可不信。实在不行，你们自己看。银河联邦与史氏国入侵我国海岸，好在未造成生命损失，但财产损失30亿。我方子弟兵驾驭机甲与航母，已成功击沉银河联邦战舰。如今我军势如破竹，冲入武士国，武士国匆忙投降，我方不予同意。下一站直捣银河联邦。发展科技这么多年，终于一雪前耻了，不亏。接下来咱们倒是可以喝个酩酊大醉了。你化神圆满，随时可破炼虚，将要彻底飞升了。老公，等了几天呀？忘了，应该也就2、3天时间。在突破炼虚境前，是时候收拾那位赤阳真君了。那就去办了他。反正如今随时可以突破。不是5年时间吗？道友为何不到1年便到了此处？而且是如何到的？难不成修的是时空法则？说的真不错，我参悟的正是时空法则。道友可是要献出本命灵魂了？我此番前来另有缘故。究竟因为何故？难道想见赤阳真君？对啊，正是要见他。为何如此匆忙见他？抓紧时间杀他呗。不自量力，蝼蚁撼树，简直是个笑话！真君一指便可碾死你！道友找死，可别溅我们一身血！赤阳道人已与天道合一，炼虚无敌。若非如此，我等怎会交出本命灵魂，终生无法踏入炼虚之境？受死！这样的挑战我不知经历多少次了。化神修士都是桀骜不驯，3万年间仅有20多位臣服于我，剩下的全都死了。看来你也要囊括其中了。
实力竟如此强横，你不是化神修士，难不成是上界修士？不对，上界已经毁灭，早没了飞升可能。我修炼至此，也不过是为了归家而已。道友，啊不，前辈，你一剑杀了赤阳真君，应当是如此。多谢前辈恩赐，还我们自由。老公，炼虚境界修士的躯体，看能不能解析出什么东西。有时候太幸福也很难受呀。之前的3位元婴修士的躯体都没解析干净，如今又来了一个炼虚修士的躯体。眼前的修士可是修仙界最强的存在，要是能从他身上解析出个好歹来，咱们龙国的科技至少能以万年为计来成长。抓紧时间，一起解析了。重点看一下，能不能从中找到返回蓝星的路。至于那几具尸体，倒是可以废物利用了。反正你老婆现在已经那么强了，不再需要机甲防身，咱们可以利用这些尸体大幅增加龙国的力量。这样也行。最新的解析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那3位元婴修士的躯体确实可以弄成机甲，只要造出来，至少具备元婴境界的力量，足以横扫银河系。至于赤阳真君的尸体，里面有点大问题。什么大问题？其他修士的躯体中都有灵魂驻留的痕迹，元婴修士有元婴，金丹修士有金丹，按理说炼狱修士应当也有属于自己的灵魂痕迹才对。可这具尸体中并无任何的灵魂痕迹，仿佛是一尊傀儡。傀儡？你说有没有可能，那赤阳真君就是个傀儡？之前云虚道人不是说他是世界的主宰吗？有没有可能，这是字面上的描述？他的身躯跟灵魂已经融入天道了。不好！个贼子，竟敢出手屠戮天道！今日要你不得好死！果然是这样，炼虚修士怎能延寿如此之久？他的气息非但没萎靡，反倒更加强盛，这不符合常理。如今本座倒是知晓了，他以身合道，与天地同寿，他一人便是一方世界，普通修士如何能与他抗衡？受死吧！实力确实强了不少，但你若仅是如此，却不足以将我杀了。区区一介凡人，竟能在短短数年内突破炼虚，你是天外之魔！天外之魔，不错的称呼。正好你以身合道，本座便借你身躯，找寻归乡之路。老公，之前他的躯体解析出了什么东西了没？之前那副躯体并没灵魂，或许他的灵魂藏匿在天道，不好杀。既然这样，多杀几次，往后实力增加了，杀上天道，一样能真正将其杀了。也唯有如此了。这具身躯也不要浪费，蓝星解析一下吧，看能不能弄出更强的手段。要是能针对天道更好了。老婆要小心，最近要抓紧时间修炼，千万不要受其偷袭了。斩了赤阳真君数次，以为能继续修行？怎不能修行？天地间又不是没灵气。他乃天道化身，执掌万物，自然囊括灵气。果真是感受不到灵气，无法修行了。原来如此，我说作为化神修士，为何臣服于他人？原来是因为此事。化神修士延寿6000载，若无灵气，最多600载；你已是炼虚修士，最多900载便会因无灵气而亡。若仅此手段，便妄想限制我修行，简直笑话！莫说600载，6载后，我便杀入天道，取他性命。出了！那副炼虚骑尸骸已经全部解析出成果了。
能否找到修仙界的坐标？经过超算集群智能推演，那副尸骸骨骼中刻满隐秘铭文，解析后确认了修仙界的些许坐标，只可惜残缺了许多。太好了，照这么说，要是再杀那位赤阳真君几次，岂不是能彻底拿到修仙界的完整坐标？理论上确实如此，但问题是，那位赤阳道君已经返回天道，彻底潜伏起来了。按之前那位灵虚道人交代的，这老狐狸是想等我老婆寿元将近时，在暗中出手偷袭。问题不大，我们从赤阳真君的尸骸中，不仅推演出了修仙界的小半坐标，还找到了内方世界的天道漏洞。只要你老婆学会了逆天修行，绝对没问题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拿出来啊！我要交给我老婆修行。赤阳真君尸体蕴含的铭文可勘破天道之力，经过我们不眠不休的推演，版本迭代了足足几次，如今汇集成了这本震天诀 5.0 版本。震天诀，这功法修炼后有什么妖孽功能吗？妖孽功能便是彻底不再受天道压制，只要突破合体境，便可直接镇压天道。这么说，只要镇压了天道，我老婆便可以回到蓝星了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前提是需要你老婆不断增长境界才行。老婆，以你的资质，突破到合体境界需要多久？最多3年。既然这样，加紧时间修炼，突破合体境，镇压天道，返回蓝星肯定没问题。到时咱们便能相聚了。好，都听老公的，那就不飞升了，直接修入到合体境。姑娘，修炼的时候想办法找找跨界传送之法。咱们龙国的工业能力已经全部推动了，赤阳真人的尸体正好可以用来弄个跨界传送阵。最多版本迭代几次，应该就能让你从修仙界回来了。好，本座知道了。你可是确定那天外之魔无法修行了？此事千真万确，他确实受天规限制，绝无修行的可能。很好，没了灵气支撑，最多900年，他便会彻底陨落。真君明鉴，那天外之魔早已自乱阵脚，近日正四处寻找传送阵，或许是想借此逃离此界。传送阵，欲要离开此界找寻灵气吗？简直是个笑话！最大的传送大阵乃是天道，以一界之力可前往任何地方，更留有坐标随时返回。他找那些普通传送阵又有何用？不过是空忙一场。真尊说的是，天外之魔不过是垂死挣扎。传我令，既然他想要传送阵，那便给他，让他去耗尽最后的灵气。3年后，随本座一同将其诛杀。唯有将他彻底斩杀，本座才能接受你的臣服，留你一条狗命。遵从真尊之令，小人定当万死不辞。秦风，成功了！你老婆交给我们的传送阵经过全面解析，版本延代了整整300多次，我们龙国终于能建出跨界传送阵了。这么说，我老婆终于要回来了。只要杀了那个赤阳真君，拿到空间坐标，以我们龙国现在的恐怖工业能力，完全可以铺设星际通道，让他平安回来。秦风，国家已经下达最高指令，龙国的所有工业机器全部推动，最多3天时间，请举国之力，一切跨界设施便可建好。到时，你便可以去见你老婆了。积蓄的灵力已经足够突破合体境了。老祖，大事不好，有外敌入侵！终于按耐不住了吗？既如此，我今日便突破，诛杀一切，镇压天道，返回故乡。天道下令将天外之魔诛杀于此，道友何不跪下受诛？你们臣服事关性命，本座不怪罪。今日离去，本座不杀。域外天魔敢诋毁天道，罪该万死！诸位随我杀！既执意要与本座为敌，你们便去死吧。
又突破了，是要突破了。炼虚圆满，今日天道本尊在此，必杀你！我老婆该不会出事吧？你老婆即将要突破合体了，能出什么事儿？好啊，好啊！经过我们解析，修士死后能量会反哺于天地，能量越多，对平民百姓益处更大。目前跨界传送阵已经弄好了，你老婆拿到位面坐标，可以直接回来。希望一路顺利吧。你也是到此领死的吗？天外之魔竟如此狂妄，天道震你易如反掌。区炼虚修为，可反抗不了天道本尊。若我突破合体之境，此方世界从未有人能突破合体，你也不例外。今日便让你看一下，什么叫合体之境。天真要突破了，杀了他！天魔休要猖狂！这不可能！此方世界不能在合体修士的生存土壤。合体之境为天道之上，已经突破成功了。在我眼中，没什么不可能。已经饶过你数次了，今日你不走，便死于此。我老婆能从里面出来，只要输入准确坐标，我们能在修仙界撕开一个口子，你老婆肯定能顺着回来。这是龙国全部的工业能力才构成的，科技含量是全球最强。辛苦你们了，这有什么？跟着你看到了另一方世界的风景，不亏呀！龙国增强是以前的上万倍，为国为民，我辈有荣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突破到合体期？妖孽，太妖孽了！数年时间而已，你不仅无法受天道束缚，反倒突破了合体之境。阁下准备领死了吗？吾乃此方世界之主，万劫不灭，怎能轻易陨落？看来今日终究要做过一场。本座修道万载，终以身合道，从未败过。今日与你一战，本座也不认为自己会败。域外天魔罢了，本座携天道之力，一样能杀你。不可能，天道之力竟扛不住你！我修的功法，便是专门针对天道的。此便是天道。老婆，找到里面的位面坐标了吗？传送阵我已经弄好了。刚突破合体之境，境界还不稳，我还需要几年时间彻底镇压天道，才能看到核心坐标。那好，老公迫不及待想要见你了。我也是呢，老公。那老婆就抓紧时间闭关吧。之前杀了此人几次，躯体全是天道之力凝聚，眼前这尊才真正是他的本体尸首。要不将他的尸体也推演一番，看是否真有灵魂彻底灭亡的痕迹。没问题的，交给我。经过最新的解析，可以确认，以身合道者逐渐会趋向于天道，而不是人类。赤阳真云的身躯里面全是法则，没什么血肉，那他是不是真的死了？确实是死了，里面有灵魂灭绝的痕迹。他的尸体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大了去了，里面的规则可以驾驭在我们的科技上，到时世界上的规则再也限制不了咱们。探寻银河系易如反掌，龙国将要进入星际时代了。恭贺北玄道祖镇压天道！老公，位面坐标收到了吗？
已经收到了，正在刻到传送阵上，待会儿便可以回家了。老公不是会弄糖醋鲤鱼吗？我几十年都没吃到了。等老婆回来，我立刻就弄给你吃。咱们龙国不是有句话叫“女大三抱金砖”吗？老公，你该不会嫌弃我吧？现在我都快100岁了。有什么好嫌弃的？那你100岁了，不是可以领退休金了吗？正好我可以吃软饭。去，瞧你这出息！老婆，回来前你还有什么需要安排的吗？当然是准备巩固好天道，令其自己管控芸芸众生，再多拿天材地宝，到时候好监督老公修炼呀。要不然老公修为这么低，咱们咋生娃？唉，时间太短了，我到如今都没练起1层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双修吧。别在外面说修不修呀你！咱们有必要这么隆重吗？你这小年轻真不懂，女人都是喜欢惊喜的。你老婆在修仙界可是老祖，位高权重，你吃软饭不端正态度吗？往后有事没事，咱们出门吃个饭，聊聊你的婚姻情况。没必要吧？咋的？婚姻情况还要跟你们报备？你老婆一剑就能毁灭蓝星，咋的？你们吵个架，我们都得完蛋？要慎重呀！你们要是离婚了，我们都得死翘翘。目前你们的婚姻是龙国最重要的，吃软饭要端正态度。老公，你今天要跟谁结婚？你咋也是一身婚袍？不对，不跟你结婚，能跟谁结婚？这么说，咱们是心有灵犀喽？我还以为你嫌弃我年纪大了，穿个婚袍准备强行嫁给你呢。要是我不娶呢？直接宰了你，然后返回修仙界。灭的人多了，身上杀气确实浓重。老公，我好想你。不杀那么多人，怎么能见你？所以，今天我们结婚。结婚，在一起！你们别嚷嚷，结婚有喜美，彩礼5金准备好了没？国家都给你承包好了，给你准备了一座小岛，3吨黄金不够？够不够？够了呀。其实只要你娶我，没钱我也会答应。终于见到你老婆，这一刻真幸福。后面还会更幸福的。老婆指的幸福，该不会是合欢宗的秘法吧？你说呢？啊！我不得死啊！